去这么长时间？赵儿，去看看。哦。你让他去男厕所。哦。棍队，您在这儿呢？怎么跑楼上厕所来了？我刚才去了趟技术队。哦，等您呢。好。这么久，没事儿吧？啊？这小区垃圾桶又发现碎尸。法官，先去现场吧。你们先去吧，我还得去高亚楠那儿一趟。也行，那你完事儿赶紧过去啊。小周，勤快点。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咱们一会儿会合啊。郭老师，还是一起吧，我给您打打下手也好啊，是吧？郭老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您是怎么推断出死者身份的？不告诉你。啊？开个玩笑。从尸块的重量可以看出，死者是个胖子。尸块总重54.5公斤，大概是体重的60%。90多公斤啊！左手中指和食指之间有尼古丁的味道和烫伤的痕迹。所以是烟民。对。他中指第3节的茧子呢，是因为经常打方向盘留下的痕迹，说明死者生前经常开车。而左脚脚掌外侧的茧子，是经常开手动挡车辆的人用力频繁踩离合器所特有的。而死者的颈椎呢和腰椎都有些许的错位，这是经常开车或者经常坐在电脑前面的人的常态。那您是怎么证明他就是个宅男的呢？死者的胃里残留物不多，初步检验有那个脱氧核糖和蛋白质食物残留。哎，对。而且啊，死者胃里呢有乙酸的气味，其实啊就是亚硝酸盐。而且病理解剖呢发现肝脏里有大量的亚硝酸盐。而亚硝酸盐常用于食物的防腐剂，所以说明死者生前食用了大量的方便食品。啊，这就交叉印证了他就是个宅男。还有猫呢？这你也记啊？啊，没错，死者身上有抓痕，伤痕的宽度大约是2.5厘米，说明是只家猫。伤痕呢略宽，但不规则，说明这只猫修剪过指甲，是只家猫而不是野猫。一个连吃都不太在意的人能给猫修指甲，说明他很喜欢猫。那也许是他家人给修的呢。大小姐，他要是跟家人一块过，能一天到晚吃罐头方便面吗？铁定是个自己住的宅男啊！而且到现在了，咱们也没接到什么失踪报案，对吧？哎，我说你没按电梯啊？嘿，这就是公园的碎尸，一男一女，两者的死亡时间不确定，但是很接近，很有可能是一同被杀的。他们是夫妻吗？目前还不确定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。没事，你接着说。从男士的病理解剖来看，28岁上下，女的从骨龄推测大概是22、23岁左右。
我知道骨龄测试的倒推法可能不太精确，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检验。小周，给关队倒杯水。哦，你怎么了？见尸体比见老婆还亲的人，搞得跟快吐了似的。呀，最近可能有点累吧，就是累了。宏宇，宏宇真的没跟你联系过？我真的有事要跟他商量，这事不能再拖了。你也不想他后悔，对吗？我理解你的感受，但无论如何都尽量离高亚楠远一点，能不接触就不接触，能不说话就不说话。你觉得他会发现我的破绽吗？咱妈不需要任何破绽就可以区分你我，这是一样的道理。当初你们俩太亲近了，亲近人之间总会发现异常的。我相信他，他不会出卖我，不管怎么着都不能冒这个险。他相信我是清白的吗？我总觉得你见过他，你身上有他的味道。男性尸体各部位均无致命伤，也没有防卫性伤口，但是女性左臂有多处淤伤。那指甲里呢？指甲里有带有血迹的新鲜的皮肤角质层，很有可能在反抗过程中抓伤了凶手。而且被劈砍的伤口和其他尸块的切口不同。过来看。创面皮肤是内收，不是外翻的，也就是说，被砍下左臂时，女的应该还活着，身体的自愈系统仍旧在运转。目前就这些。看我干什么？哎，知道你老大为什么晚上不开工了吗？因为一入夜，大脑就不转了。行吧，先跟周巡会合吧。这事儿大发了，这么多袋儿。哎，几袋了5袋，对不对？啊，清理好了。这回能拼个全部尸体。那得看高亚楠他们了。来来，辛苦了啊！从来不值班的人，这都快连轴转了，辛苦辛苦啊！哦，那个，对了，那个小王他们那个都问过了，没有目击者。对面是什么呀？这么长？哦，对面是家迪厅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没有发现新的被害人，跟公园的2具尸体能拼成2个人。关队，关队，请吧。来。
要不拉走吧？啊，郭老师，您不看了？哦，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好，那个亚楠，那辛苦你们了啊。老关，累了哈，辛苦辛苦辛苦啊。累了，好，好，辛苦啊。哎，赶紧的，干嘛呢？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去走访目击证人。你也要去啊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去那地儿可乱，什么人都有，你想清楚了。非去不可是吧？行，愿意跟着就跟着吧。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怎么了？你不会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？哎，你把你那个上衣扣子解开一个，把衬衫从裤子里给蹬出来，别穿那么严肃，快点。那要不你先准备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关老师，这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那什么，外套脱下来，你拿在手里，包快点，太土了。包拿着。行，我先跟你说啊，让人拐走我不负责。郭老师。戴着大檐帽，谁跟你说实话呀？等快打烊了，请他喝个酒。你要请他们喝酒？哎，那都是跳舞。哎，放松点啊，别穿得这么古板。郭老师。请那保安喝2杯去。快点，大叔。喝。
么样子？快了。太惨了啊！杀人就算了，还给大卸8块。哎呦，这孙子跟关宏宇有一拼啊！好，关宏宇杀了人家一家子，连小孩都没放，太惨了。那个，哎，我是想问问，关宏宇被通缉之后，有和你联系过没？我们早就分手了。你看你呀，哎呀，我这不例行公事的问问吗？这是你第8000次找我例行公事了，周队。这真假的，太夸张了。他要是万一跟你联系的话，一准儿先告诉你。对，哎，好。哎，亚楠，有水吗？啊？给你倒一杯。好。那不。吃完了吗？行不行啊你啊？酒量怎么这么差？让你指定插一下嘴。不大一点。这么能喝你还逞什么人呢？来。哎呀，不太好不好不好。哎，大叔。他喝多了。哎呦，谢谢啊！来，穿上点儿，穿上点哎呀儿。，下次来玩别来带你妹了。哎呦，太记得还来找我玩啊。好，没事啊。行，注意安全。那就交给你了。天冷啊。啊。哦。醒了。我睡着了，我。拼好了。这2天压力太大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。行，你也别太辛苦了啊。早点睡吧。郭老师，他怎么着呀？那个保安啊，真看见了。看见什么了？不是的，是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男的，然后穿着一个橘色的，不对，红色的。几点钟啊？9点。保安说了，哎，反正他那个摩托车头盔是红色的。你是说，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摩托车手？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呀！赶紧进来。怎么样？没戏。我连周巡的办公室都没进去，就别提档案室了。要不你去试试啊？你喝酒了？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现在的命不属于你自己。别急呀，我不是去破案了吗？你以为你跟周迅喝2杯酒，他就能帮你翻案了吗？又发生了一起碎尸案，在哪儿？一个迪厅对面的垃圾场。你说好容易跟亚楠见一面，还让这姐们拉着我去了趟太平间，给我恶心坏了。哎呀，我去！太平间，那是法医实验室。哎，随便吧，反正想起来我就想吐。
哎，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跟我说一下垃圾场的情况。现场黑塑料袋5袋，刚好跟公园那起案子能凑上俩全活人。还有呢？还有，你自己看照片去吧。现场的痕迹是第一线索，比什么照片记录都管用。现场黑漆麻乌的，我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再说了，就那味儿，辣眼睛。你现在什么细节都不跟我说，等一会儿我见了他们，跟他们说什么呀？别急呀，我不是给你找了一目击证人吗？谁呀？就是那个迪厅的小保安。保安？就一保安，你跟他喝2杯，他就跟你说了？人家不是 gay， 我跟他喝酒，他能跟我说什么呀？我叫那个周书彤去的。周书彤，你让一喝了酒的傻老爷们儿跟一个女孩说这些，你知道里边有多少编造的成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给我破案带来多大的麻烦？我出去又不是给别人破案，可我是。我说你现在到底顾哪茬啊？是我的清白重要还是办案重要？我刚一进门，你怎么不主动问一下我找没找着案卷啊？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安全，不管别人的死活。你知不知道，你随便一个小错误，今天就有可能多一具尸体。我现在自顾不暇，我不像你有闲心顾别人的事儿。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，根本就不配做警察。我就知道，到我从部队你就看不上我，你压根就不相信我是清白的，对不对？我是警察，只相信证据。都他妈真是啊！这点事儿都他妈捂不住。凌晨5点，共军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们现场照片都他妈上微博了，知道吗？不是，周队，您别着急，别。不着急，有他妈什么可着急的啊？反正关无月没抓着，现在又多了个杀人的他妈的分尸的混蛋，抓得着抓不着都无所谓啊！到月发工资，日子照过，没事，都睡觉啊！都他妈混吧！哎呦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周队你别急啊，咱这个也还是有进展的，对不对？再说这案发率这事儿也咱也拦不住，是不是？行，几点了？啊，6点半了。老关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不知道。周书同志啊？周书同他昨天跟那个关队去走访镇去喝了点酒。周队，让你他妈盯着老关人呢啊！我问出来了，口条捋顺了。他送我回来了，就总得让人补个觉吧？关队是来帮忙的，又不是你的下属。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！再有一次你他妈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啊！这不是你睡觉的地儿！看什么？这半年来，你一直让我努力学习，教我怎么破案。为了我的清白，你连工作都不要。其实，咱俩这么白天黑夜的倒，你挺冒险的，我心里都清楚。就是我这半年来也没什么长进。以我对周迅的了解，他肯定把你的案卷藏得死死的。他现在请我出来帮他破案，就是想盯死我，抓住你。
这叫扮猪吃老虎。一宿没睡，能不能欠着呀？喂，老关，这回我是真有点顶不住了，这网上可都传开了。我知道，刚才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。我知道你刚回去没怎么睡，谁让咱命苦呢？啊，你就稍让迷会儿吧。我这就过来。什么也听不见。电话定位好了。这次关队定位在了芬兰。我靠，都跑芬兰去了，打一枪换一地儿。哎，是吧？也不是咱不行，这肯定是做了反监听和反定位装置，老刑警了，能做到也不奇怪。能做到是没什么奇怪的，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喜欢喝酒，以后你也别喝了。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啊，还看着喝酒呢。2号、3号尸体已经完整了，男的28岁左右，1.81米，100公斤；女的23岁左右，1.62米，52公斤。男的是被勒死的，但女的是活活给砍死的。她的肩胛、头部有多处劈砍伤口，而这些开放性伤口边缘都有白细胞，说明是死者生前造成的。而且你们也看见了，面部损毁严重，没法辨认。其他呢？其他两者的死亡时间很接近，目前尸僵还没有缓解，说明两者的死亡时间不超过24小时。换句话说，他们两个很有可能死在第一名被害人之后，但间隔不久。就这些。有什么线索吗，老关？怎么着？咱俩出去聊聊吧，做个简单的器官解剖。你这也算是对老搭档落井下石了。我以为你骨子里还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好刑警。我也以为你还是原来那个好兄弟。行，开个条件吧。我要看我弟弟那个案子的案卷，所有的现场勘验记录、监控录像、尸检报告，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切我都要看。把这些都透露给你，这雷我可背不动。我不强求啊，不过你要想清楚，有些雷远在天边，有些雷近在几个小时。如果一会儿再出现新的石块，我看你怎么办。
你这是拿无辜的受害人威胁我？我这是拿拯救无辜受害人的生命换取我弟弟的清白。你怎么知道关宏宇是清白的？所有的案件上证据，我自有判断。等我看完案卷以后，如果他无罪，我就给他平反；如果他有罪，我可以帮你们抓他。我要是答应你，你能为我做什么？24小时，抓着凶手。行，我答应你。可咱那约法3章，要是有一条你做不到，今儿这谈话就算是没发生过。行，你说吧。第一，你只能在我办公室里看卷，不许拍照，不许复印，不许对任何人谈及案件的内容。第二，看完卷之后要把你的推断告诉我。第三，不只是这个案子，以后我手头上有任何破不了的案子，你必须随传随到，没有正式编制，没有工资，也没有警察的职权，你只能作为顾问来协助破案。成，但我也要约法3章。说，第一，你不是已经派了一个丫头片子成天盯着我吗？其他的警力就别浪费时间了。第二，知道我为什么搬家吗？以后别再在我家门口装摄像头，还有派那几个人，整天拿着望远镜往我家里看，搞得我都不敢拉开窗帘。第三，手机的监听定位也都免了吧。作为人民群众，我也得有点自己的隐私。行，那让那些铁锤镰刀都卸了啊！再说了，这些玩意儿在你那儿不就形同虚设吗？我这也是例行公事。那就算说好了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准备布控吧。已经可以布控了。那怎么？守着10块又抓不到人。哥们儿，跟你交个底儿吧，上面要我48小时内破案。你要真能在24小时抓住这个连环杀手，背不住我还能立功呢。连环杀手？连环杀手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犯罪率？你刚才没听亚楠说吗？谋杀与谋杀之间的冷却期已经短到了忽略不计的程度。这是个典型的狂欢性谋杀犯。什么意思？你还没明白吗？24小时不是上面的时间，也不是咱们的时间，而是下一名被害者的时间。如果我们在24小时内抓不到凶手的话，你就等着给新的被害人收尸吧。兄弟们，目前这个抛尸案形势很严峻啊。咱们的官队虽然人在对外，但是他的心……目前有3名死者，除了已知的第1名死者以外，还有昨晚那对男女。要不你上去说？虽然我们没有时间通过市局技术队做 DNA 比对，但不出意外的话，第2名被害人和第3名被害人应该是兄妹，2人共同居住。其中男性单身无业，通过他的右手手掌外侧的轻微变形来看，他应该是长时间沉迷于上网或者网络游戏一类的事情，不经常出门。这一点和第1名被害人比较相似。从耳廓侧特征和下颌骨之间的相似度来看，女性被害人和男性被害人应该属于亲属，很可能是兄妹。女性死者右手掌心有茧子，很可能是长期乘坐公共汽车或者地铁。他的脖子上有佩戴项链的痕迹，手上没有佩戴首饰和手表的痕迹，但他起手腕处有常年佩戴手套的痕迹，指甲和指尖明显有长时间遭受化学药品侵蚀的迹象，是氢氧化钠和烷基类成分。也就是说，死者生前很可能从事的是洗碗工或者保洁员一类的工作。死者的脚趾新涂了指甲，这个季节并不会穿露脚趾的凉鞋，而一般人也不会涂指甲给自己看。
另外，死者的处女膜呈现新鲜破裂的痕迹，生殖器上没有外伤和擦伤，也就是说，死者在不久前应该自愿和什么人发生过性行为，很可能是结交了男朋友。另外，根据女性器官解剖的内部检查来看，亚楠，通过解剖，我们在死者下体发现脂酸和甘油等残留物，还有少量的凡士林。死者生前有中度的妇科炎症，可能用的是克霉唑类药物。是处方药。哦，对，是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找的是一名从事保洁类工作的23岁女性，身高1.62米，体重52公斤，和年长自己5岁的哥哥同住，很可能新近结交了男朋友，所以不可能没人发现她的失踪，除非凶手就是她的男友。她应该是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曾经去医院做过妇科检查，而且根据处方开了克霉唑类的药物。为什么是不到1个月内呢？因为处女膜的破裂伤口创面还没有完全愈合成型，而用药则是在处女膜破裂之后。说白了，死者很有可能在不够清洁的条件下首次发生了性行为，而处女膜破裂之后感染加重了炎症，所以才就医诊治用药的。小王，你去市局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药监局和卫生局，查一查全市这个克敏唑类药物的销售记录和处方。得嘞。小刘、小李，抛尸地半径5公里内所有的保洁公司和没有到岗上班的相关女性，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。好，小赵，你去附近的派出所去调取最近2天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。可失踪报案都在48小时后才受理，所以很可能还没有正式立案。那就一家一家的找。啊，联系一下报警中心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。是。根据官队的分析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一名企图在短时间内继续作案的丧心病狂的狂欢型杀人犯。我们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抓住他，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。是。